是赵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想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李博议员、赖士葆委员、翁小玲委员哈。我们原来本节目是6个来宾，但有时候常常这个有些来宾3、4段才讲一次话，像沈富雄上礼拜就抱怨，他第1段讲完到第4段才等他讲话，所以呢，我们就说从这个礼拜开始变5个，少1个。但是呢，因为张启凯委员呢，民众党有记者会。所以他会晚个这个几分钟来哈，所以我们开始就4个人啊。好，我们看乌克兰和平计划在柏林会谈，第1天谈了5个小时，美国的特使说取得重大的进展啊。那泽连斯基这个很重要，他表态愿意放弃乌克兰加入北约。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打了快4年，到明年2月就4年了。1000多万人这样逃亡，流离失所，可能还要割让领土。最后呢，他就是要加入北约，当时这个德国总理梅克尔就叫他不要加入，但是呢，这个乌克兰非加，但他也怕俄罗斯在旁边，所以加入北约比较有国际资源有一个国际的共同的这个防卫的力量。但是对俄罗斯来讲也是啊，那你加了后，那不是就在我家旁边？就受到威胁了嘛？我已经这个华沙公约那么多国家都已经加入你北约，加入欧盟了，你还要来到我面前，所以俄国认为这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就打到现在。那结果呢？乌克兰说他愿意放弃加入北约，但是希望有尊严、有和平，已经没有尊严了啦。换取欧洲跟美国，就主要是美国的安全保证，就是我虽然不加入北约，如果俄罗斯以后打我，你们还是要保护我。这话也都是空的嘛那川普宣布，另外呢还有就是泰跟建又打了。川普说已经同意停火了。川普每次都说，因为上次柬埔寨还说要建议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呢这个停火了，这次又打了。为什么？因为泰国要解散国会，要大选了，所以是总理来讲，要大选当然怎么可以容忍呢？当然要打了那另外呢，这个说柬埔寨也打，那泰国现在沿海地区宵禁，泰国湾封锁，所以很严重那川普说我已经促成停火了，泰国总理叫阿努廷说，火箭炮落在我们平民区，到了这种地步，泰国还需要听别人的话吗？你川普算什么？我听你的，我听你，我总理不要干了所以呢，为什么要听别人的？不理你那泰军呢攻占它有一个叫500高地，然后呢去空袭诈骗园区，所以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是诈骗的，而且呢大国要调停我们也不要，谁来调停我都不要所以呢5个地方宵禁，泰国也封锁，白宫发出警告，不要再打了但是泰国说要打到我们国家安全为止继续打，看一下。白色厢型车旁边瞬间炸出火光，距离这批乌克兰警察还有记者才几公尺远，所有人赶紧找掩护，真的是生死一瞬间。这起轰炸还引发火灾。尽管没有人伤亡，但这种场景在乌俄前线几乎天天发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回却为和平做出重大让步。Сьогодні двосторон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і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а саме гарантії Article 5 like від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для нас. Ц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для нас це можливість, щоб не розпочався ще один прихід російської агресії. І це вже компроміс з нашого боку. 泽伦斯基在前往德国会谈之前，首度明确表态要放弃加入北约，换来美国、欧洲还有其他盟友提供的安全保障，作为结束和俄罗斯战争的妥协方案。如今，泽伦斯基已经和美国代表14号在柏林会谈约5个小时，15号预计还会继续谈乌俄和平方案。乌克兰人普遍打上问号，不信任西方的安全保障。不过，加入北约已经不是选项，能否为停火迈向一步，还是值得观察。路上空荡荡，只有几辆车在路上行驶，大部分店家铁门拉了下来。柬埔寨再次与泰国爆发冲突，民众逃往避难所，让当地村镇仿佛鬼城一般。
泰国军方也释出最新影像，控诉柬埔寨也有动手轰炸泰国贫民区，燃烧的建筑物、破碎的房屋，还有人伤势严重，紧急送医救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才宣布促成泰国与柬埔寨达成新停火协议，结果立刻被泰國打臉。ไม่ได้คุยฮะไม่ได้คุยเรายังไม่มีการตกลงใดๆทั้งสิ้น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หารือแล้วหยุดยิงไหมล่ะ？不到几个小时，泰国总理阿努廷驳斥川普发文，誓言继续与柬埔寨持续作战。泰方表示，泰柬边境地区造成泰国士兵伤亡的地雷是由柬埔寨埋设，并不是川普称的意外。他们的反击合乎常理。来，赖伟，是我们看到这个很清楚的看得到哦，这次的乌克兰啊，可以这么讲啊，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到现在来讲，你原来就是想要加入 NATO、加入北约才打这一仗的嘛。那人家德国以前的总理梅克尔就告诉你不要，你还是要为什么要？因为美国在后面撑腰啊，美国叫你加入，举手把人戏啊，还叫你加入好。这样子的话，对俄罗斯来讲，就等于你叫 NATO 啊，北约啊，等于东扩，一直压迫到这个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这个不行，我就翻脸了。那现在打了4年，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流离失所的，在边境外的跑到外国去的，大概有600多万人吧，在里面穿来穿去的大概400万人左右，所以加起来1000万人了，我们叫流离失所的嘛。人这样子啊，死了多少人？然后这个土地呢，看起来就要割地了啊！大概是东部的地区，像东巴斯之类的那一块，大概已经有提到了，说可能要公投，说这个土地割出去是不是可以让人民来投票？所以你看落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要割地，然后可能要赔款，要不要赔款还不知道哦。俄罗斯还没开口哦，那换取什么？换了一个说，来，欧美给我保证安全保证。什么是安全保证？说如果你现在是你被打的时候呢，美国出兵会这样写吗？欧洲出兵会这样写吗？我想不会嘛，就是来说提供安全保障。好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又有提到了其实这有提到说，那是不是有个叫做经济开发区，就是我们这个区啊，就来开发经济了，以后就非战区，由美国来经营，这个有提到。要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到底是怎么来运作、怎么来操作？其实完全都不在乌克兰的手上，在美国人的手上，在欧洲人的手上。所以这个你就发现到说，美国现在这样子，曾几何时，这场战是美国在后面怂恿打的，然后抽腿是美国抽腿。不过当然，美国花几千亿美金在他们身上，也花了不少钱。可是他觉得说，他没办法持久不了。好了，拉过来，你把这个拉过来，这个东方这里的这个泰国和柬埔寨，类似的概念呢。他讲了，还有一个哈马斯这边跟哈马斯在加沙走廊也讲了，这个不是说停火了，柬埔寨泰国停火了，这个加沙走廊停火了。现在来讲，加沙走廊也开始在打了，泰国这边也不平静，可见什么？美国的力量式微，所以美国警察没有办法继续挡。来，这个翁伟啊，确实啊，这个俄乌战争啊，那这4年打了快4年，那事实上我们看到整个不管是俄国或是乌克兰，好，他们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情况，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整个战争看起来也都还必须要看美国的鼻息啊，就是美国说要战就战，美国说要和就和。那当然就是现在泽伦斯基他开始说他放弃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我觉得其实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欧盟哦。其实欧盟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感到忧心啊，觉得说过去可能都是由美国在后面主导撑腰，但是现在美国的和平时代看起来已经终结。那么未来欧洲看起来要自己找出路，这也是德国总理梅尔斯他所担忧的，认为说从这个俄乌的这个状况来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后面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对于对于这个乌克兰施压。那但是对于之前的欧盟，他的态度本来是跟乌克兰站在一起的，那现在又怎么样？他要改变吗？那他如果说硬推下去的话，欧洲
也没有欧盟也没有办法负担得起去支持乌克兰，所以种种来说，我觉得这对于欧盟来讲，对于北约国家来讲，他们自己也会去反思哈。那么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欧盟这个美国是不是还是值得信任的盟友？那么以及欧洲它未来要何去何从？如何能够找寻对自己最有利的道路？教育。其实一开始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为的也是一个安全的保证。那现在放弃加入北约，同样的希望能够换取这个欧美国家的安全保证。其实从头到尾，乌克兰要的只是安全，他们的人民能够安心的生活在乌克兰这个片土地上。可惜的是，俄罗斯完全不买单。俄罗斯要的就是要临接的这个顿巴斯克等等的这几个地方，要的就是这些领土。但是到目前为止，泽伦斯基也没有松口说承认这个俄罗斯的主权，或者是俄罗斯的领土的割让，或者是改变宪法等等。所以到目前，泽伦斯基还是有所保留的。那美国当然从拜登时期到川普时期，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可以说是很大的改变。那对川普来讲，他一直想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可是问题是不是嘴巴说这些国家的战争就会停止的？不管是这个泰柬边界的战争，或者是俄乌战争，同样它有它历史性的原因、地理上的原因。泰柬的战争也是一样，他们在边界接邻的地方有一个千年古寺。那大家也都知道，泰国一向是信仰佛教，柬埔寨也是。那在过去这个法国来殖民的过程中，因为边界的划分非常的模糊，导致泰国跟柬埔寨长期为了这个千年古寺的问题争执不休。因为这个古寺明明就是靠近泰国，可是却划给了柬埔寨，然后周边都是泰国，所以当然两国之间就一定会为这个不管是面子之争、宗教之争等等，有很多大小零星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不是美国今天打电话给泰国总理或者是打给柬埔寨就可以停止的。所以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双方的国家，不管是在领土、在历史的因素上，在人民的这个能够长治久安的因素上，能够大家取得共识，才有办法确保和平。否则对其他人来讲，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你很难想象泰国柬埔寨打起来啊！其实台湾人很喜欢到这两个地方。对，泰国观光非常好，做得非常好。柬埔寨的吴哥窟啊什么这个地方，台湾人很喜欢去。这两个居然在边境打起来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民进党最近推出很多对这个陆配很不公平的一些法令哈。那赖清德突然去中山区大同那边的一个面店说是河南人陆配开的因为他是来自中国河南，叫做包公面我还没吃过包公面听过包公没吃过包公面。赖清德说认同台湾都是国家主人，这陆配很好，认同台湾在台湾20年了那叫做郭明华那吃的呢，那边叫做总统套餐那我不知道是为了赖清德特别准备的4方面、卤味拼盘、银耳汤，所以都有了，甜点也有了所以赖清德说呢，这个你认同台湾在这里拍拼，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赖清德还在脸书说，这个开封私房面连结的是两岸的人生经验，那每个人从小长大背景不一样嘛，人生经验不同那另外呢，国民党就说，你吃一碗面遮不住你对人家的歧视了那你应该修法放宽陆配参政，才是回归宪法的本质了还有 AI 做了一个赖清德吃面的图，这个面也不是那个面了赖清德脸没这么胖了反正就 AI 嘛那郑丽文说赖清德总统不是这样当的廉价轻佻矫情。吃一碗面就告大家没事吗？那另外呢，因为才打压陆配，不能选村长，不能选里长，不能选议员，不能选这个，不能选那个，然后呢，又去陆配店里面吃面，网路就说你们不是说任何交流的统战吗？那你是干嘛呢？去吃他的面到底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讲呢，说你只能吃面，不能够参政好像是赖时宝讲的那梁文杰。现在又讲了到大陆就是比较位置比较机敏的公务人员那他们呢有特定身份，哪些人呢？譬如说政务人员县市长
还有涉及国安机密、国家关键技术的这个人，这些呢，如果到大陆说我要去探亲，原来可以探4亲等之内，现在呢缩减到3亲等。4亲等的时候，表哥表妹可以探，那3亲等就不行了。所以呢，说呢，你明明是有机敏公务在身，还去看表妹，表妹什么好看的啊？所以不行啊，婉君表妹，你还以为这是以前什么表哥表妹啊？不该看啊！所以呢，香港的媒体林毅就说，已经到6亲不认啊，这是民进党已经到6亲不认。我们看一下，好吃，好吃，好吃。化身美食部落客赖总统吃下的这碗面是陆配郭明华亲自下厨的。因为你认同台湾，在台湾打拼，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子孙万代都在这里，都在这里，这更是我的家。因为郭老板来自大陆河南，在台湾打拼超过20年，实际回到位在中山区的小巷面馆，总统套餐就是招牌私房面，配上卤味拼盘，还有银耳汤。而店里有郭老板与马英九的合照外，还有蓝绿政治人物送的祝贺匾额。像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小面摊儿，一个总统来了，他的大爱能量啊，给了我力量。赖总统不要每次都用这么廉价、轻佻、矫情的方式，针对某个特定族群的打压，吃一碗面就要告诉大家没事吗？总统不是这样当的。提到的正是陆配参政权，因为日前有陆配从村长到议员，因国籍法具有陆籍身份遭到解职。想消弭对陆配不友善框架，在野党眼里就是2套标准。好，这个郭明华这个陆配呢，应该当场讲说，报总统，我要选里长，可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就私下谈。这次赖清德总统去拜访这面店老板，他讲了一句话非常耳熟啊。他说：“只要认同台湾，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句话跟大家报告一下，2024年赖总统也讲过，他那个时候去桃园参加新住民的造势活动上面，他讲一模一样的话。他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呐，认同台湾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也就是绿营想要陆配选票的时候，通通把他们当宝。但选完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通通都变草啊！尤其是这所谓陆配参政的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离谱跟夸张。随便问一下，民众党的不分区的这个地补人选，不分区立委地补人选李珍秀，他在台湾30多年，生下了5个孩子，请问一下，他认不认同我们这块土地？我相信是认同的嘛，要不然怎么会落地生根这么久，把所有家当家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茁壮？但是对于绿营而言，现在一直在挑战甚至刁难所谓的陆配参政的状况，因为质疑他们没有拿到中国大陆的放弃国籍证明。跟各位报告，这些陆配不是不去拿那些所谓放弃国籍证明，是他们拿不到啊。你觉得中国大陆有可能因为他的人要加入中华民国，所以让他放弃中国大陆的国籍吗？怎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民党就是照做。选举的时候对这些陆配非常好，话讲得很好听。选完之后呢，根本不在意他们的想法嘛。而且赖清德总统还讲过一句话，也非常的有趣。他说：“民进党为什么没有改国号？是因为留下中华民国才能团结啊。”这句话就跟喜爱陆配一样，都是骗票的话。因为王义川委员当他讲出了他是台湾国的立法委员的时候，到现在绿营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出来指责他这个事情。别忘记了，我相信委员都知道，你们在就职的时候是宣誓效忠哪一个国家？是效忠中华民国啊。请问一下，中华民国跟台湾国画上等号吗？完全不一样。但问题是，对绿营而言，当要选票的时候，中华民国好棒啊，国旗插满啊，所有的活动前面摆国旗啊。选完的时候呢，国旗通通收起来，然后呢，台独的理念、台独的思想一直不停的在蔓延。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啊，要团结、要合作是假的，爱中华民国的言论也是假的。唯一一个真的是什么？就是他要民众的选票，让绿营能够继续的执政，让他们能够持续的照顾某些特定的人跟团体，才是他们心中所在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陆配的民众，不只是陆配，包括很多新住民的民众，我觉得都必须要看清楚这个现实。一个爱护你们的国家，不会是只想要利用你们的选票；一个真心想要照顾你们的执政党，不是一个只会在选举的时候要求你们支持的一个对象。所以我只能说，现在在绿营的执政之下，我觉得非常的荒谬，甚至是有些连面子都不顾了啦。之前讲过什么话都不重要，只要为了选票，什么嘴脸、什么不可思议、没有逻辑话都敢说。所以我真的拜托赖政府，如果你们真的希望对所有的新住民好的话，我觉得开放参政权，让所有真的认同这片土地的人都能够为我们国家尽一份心力，才是你应该要迈出的第一步。
不，基本上啊，因为现在他们是说啊，他不放弃啊，所以就有可能变成匪谍啊，刺探什么情报，这不合嘛，不通嘛。你自己看，如果我是老共哈，如果我的人要去里面参政，选立委啊，选什么这个议员啊等等，那我真的如果说要他进去搞，你要什么证明都给你啊。我什么伪造我都给你伪造一个出来，为什么？渗透进去啊，这样的为我所用啊。他给都不给你，就表示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人，也没有叫这些人干什么嘛。他真的搞情报，他不要搞这些人，他当然有他的情报的这个系统，他不是搞这些人去搞情报。所以你说他不效忠，说他因此心有什么二主，这么莫名其妙。而且刚刚我也讲都要宣誓嘛，对不对？宣誓要效忠中华民国嘛。如果你不放弃以后前面加了一个，只能效忠中华民国，这够了吗？我只爱你一个，绝对没有其他人，我不会爱10个，只有一个 ，only you， 只有你，我就效忠。那你有很多方法嘛？他现在拿不到证明，他不是不拿不到，你不是强人所难吗？哦，是我觉得真的是哦，这很奇怪了哈、哦。就是说，当然赖清德去陆配那边吃面，我肯定这种行为，虽然很多人笑他，但我觉得总是一个好事嘛，总每天喊打喊杀好嘛，就算装的也比不装好嘛。但是问题这不够啊，你这个对不对？你这个够吗？不够嘛，对不对？参政权很重要，就像说。他可能说啊，陆配不是每个人都要参政啊，就像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参政啊。但是你的参政权还是很重要啊，就他如果要参政，他可以参政啊，而不是被你限制啊，就这么简单嘛。来，小林委啊，其实啊，赖清德他去吃那一碗面啊，我个人心里的 OS 是，我觉得很恶心。你看他之前怎么对付陆配的，那么又要求他们这个所有的陆配都要去减负，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证明，这明明在我们的一中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只要求他们放弃户籍，没有护照就可以了。然后呢，硬是就是让这个几十万的这个陆配，然后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意义嘛。然后他们这个除了这个参政权之外，哈，最近有在讲说，是不是应该要让这个陆配他至少他的待遇是可以比照像是一般的外国配偶，说这个取得国民身份证的条件从6年改成4年，对不对？这个部分他们民进党政府也是强力的反对啊。那更何况像参政权，对不对？这个部分是早就已经他们取得了公民就应该享有的权利，那为什么要把它剥夺？不管是在刚刚讲的民众党的未来这个立委，他在要补上的这个部分，还有这花莲不是有一个民意代表也是一样哈，他被一个里长他被撤销他这个里长的资格，这个真的赖清德基本上啊，他要求陆委会啊，或是他跟陆委会他们整个就是对于陆配就极尽刁难之能事。他现在想说，透过吃一碗面，好像要形塑是和陆配有一种和解，或者是说我其实对他们也不错啊。你看我还去捧场啊，吃这个包公面。听说这包公面这家店里面没有，这家店里面很有名的一个面叫做肉麻面。它是肉酱加麻酱，所以叫肉麻面。它的店名，它的面的取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对，那我认为说，其实与其说去吃一碗面，你不如在政策上面好好对待这些陆配，他们会愿意来台湾结婚生子，然后在这里安身立命，会对台湾不爱吗？会对中华民国不效忠吗？真的赖清德政府真的是扯远了。不要这么去苛待这个去刻薄这些陆配，而且他不是说要给他做就做，他要经过基本上都要经过选民嘛。他的选民他做的不好，对他如果说平常不是很热心，选民怎么会选他嘛？就他不但要做得好，他要做得比本地人更好才可以。就像我们如果到国外去奋斗，对不对？你不是说跟他一样就好怎么跟他一样？我们在研究所念书。拿着跟他念的，我念的比你好啊，我研究做的比你好啊，我他妈跟你一样，我都出不了头啊，对不对？同样的，他在这边大家都是要陆配啊，这个陆配这么好，这个陆配这么热心，才可能选他嘛，否则怎么会选他呢？不是这样吗？来，嘉宇。我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啦，就是这个开封府司方面，因为赖总统去吃了之后，名声大噪，大家都想去吃，生意会好。对，连我都想去吃吃看，还有什么蛤蜊面、肉麻面等等。哦，那确实，我觉得台湾其实也很接受这些不同国家的食物哦，很多陆配在台湾的像什么烙饼店啊等等这些，哇，都是生意非常的好哦。所以我觉得赖总统释出这样子的一个善意，所有在台湾的这个新住民都是我们台湾国家的主人。但是另外一个大家讲到的这个所谓的中配参政权，当然这因为国籍法的规定哦，忠诚就是所有必须要从政的人必须要去负的一个责任，那必须要认同的就是中华民国。那至于说这个国籍法，因为这个中配他在中国他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放弃国籍的证明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有没有办法弹性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对于现在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是一致的标准。但是如果要有一个弹性因为特殊的关系等等，那是不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可是现在朝野对立的状况，感觉连要谈这个共识都非常的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对于说不同的新住民的状况，它有不同的做法，这件事情可能政府也可以去做一些弹性的考量。那对于这个中配现在的在台湾的现况，确实有一些可能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协助他们，除了说去捧场他们的这些面食或者是他们的这些之外，能够多去注意他们的权益。那我觉得这点其实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加分的。就是说，好，我现在去申请，他不给，那不能怪我嘛。但是我申请了。我就应该是我尽到我的义务了嘛。那他不给我控制不了啊，那你海基会去联络啊，你们政府之间不沟通啊，那么怪到我身上来呢，对不对？如果我申请都不申请，我就是不要放弃，那不行。那我已经努力了，该我可以做的，我个人可以做的我都做了，拿不到啊。那这时候我就没有资格了，甚至我已经选上了都没有资格了，这有点说不过去吧？现在再回来。